嗨，大家好，大家还记得我们3年前买的这棵樱桃树吗？结果种了3年，它就是一棵杂树，但是好像是樱花树，但是也没有看它开过樱花。所以说今天我捡了一棵樱桃树的枝条，打算给它锯掉，嫁接一下。主要把它挖掉扔掉了，又感觉可惜，因为是花钱买的，我们还是得看一下能不能拯救。而且都长这么大了，已经种了2、3年了吧？我们刚来这里没多久就种下的，结果是一棵假的樱桃树。现在给它嫁接一棵真的樱桃树。那些该开花的樱桃都已经在开花了，这棵迟迟不开花。你说它是一棵假的樱桃树就算了，还要全身长包。爸爸，你在干什么？爸爸在嫁接果树呀，你们不是喜欢吃樱桃吗？你喜不喜欢吃？喜欢吃，那爸爸给你嫁接啊。可以。这棵应该是车厘子，它不适合在我们南方这边种。其实它是真的啊，对，只是不适合我们这边的气候。看到没有，这颗枫糖李已经有花苞了。看一下今年能不能吃上枫糖李啊？必须能吃上。看这么多花苞，这就是枫糖李结果的树枝。其实这棵车厘子树结不结果无所谓，让它开一下花也行。它就是花也不开，果也不结，就一棵独苗在那里。有没有可能这是一棵公树？它不结果的树啊。对。人家都说果树也要种2棵，一棵母树，一棵公树才能结果。是吗？对，就像竹子长竹笋也要2棵它才长竹笋。你看，这个树完全是一样的呀，它为什么就是不结呢？会不会我嫁接的这个枝条也是假的？那就假上加假。这是我去年买的那棵樱桃树，在上面剪下来的。已经发芽了，上面有芽点，就是没有花苞。小太太，妈妈，妈妈还没有剪到，妈妈太太。怕切在手上，贼像这样。其实做嫁接不仅要有技术，还得要有耐心。你看嫁接这3棵就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它是一个慢活。你把枫糖李给取了，待会儿再把它拉上。也是拆东墙补西墙。我就不相信这次嫁接了它还是不开花。
好了，假樱桃树已经改造完成了，能不能存活就看它自己的造化了。这个季节啊，也刚好是嫁接果树的好季节。我们现在整个果园啊，就这么一棵是假的，其他的果树都已经在开花了。今年这颗桃子也是高产结桃，是最早开始吃的。然后后面呢，就是这颗枫糖李。其实这个枫糖李我心里还是没有底的，虽然它现在已经开花了，我又怕像去年一样开满了花，又掉了。所以说今年我们得给它好好打一下那个保花果的药。能不能吃这个问题，我主要是想看看它究竟能不能接受枫糖李，枫糖李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。我们这里面不仅有樱桃，还有李子、桃子，还有无花果，还有脐橙、柚子。我们这里面真是应有尽有，还有一颗石榴，石榴也是去年开花了，也掉了。所以说今年我们要想办法给它好好的管理一下。不知道今年石榴会不会结？我们买的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石榴，已经种下是第2年了啊，大概是第3年了。要是结石榴的话，不仅好看也好吃。走，带大家下去看一下我们下面那棵樱花树。我在想，樱桃和樱花架在一起，究竟会发生什么呢？会不会一边开樱花一边结樱桃？樱花树不就是樱桃树吗？只是它的品种会不一样而已，都是同一个类型。我就想尝试一下，不同品种，结2种，不一样的果子。就是这棵樱花树，我们看一下。今年已经开花了，只是它的花比较少，没有那边樱花基地那些樱花开的多。看见没有，边上它发起来一根芽，已经长这么粗了。我就想的是给它嫁接在上面，用这颗侧芽做试验。我估计它这棵樱花树嫁接的是野樱花，因为它发起来这颗芽呀是野樱桃的一颗芽子，所以说樱花和樱桃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。其实在我们这边，如果梯田的位置沿着小路种一排的樱花上来，其实也是特别漂亮的。之前村支书就是打算在我们村里面打造樱花村，但是后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执行起来。李俊就自己在樱花基地那边跟老板要了几棵樱花树，拿过来种上，结果还真开花了，还比较美丽。明年我们再去弄一点来种吧。对，多种一点。村支书没有打造成的樱花村，我们自己来打造。把这干上的枝条给它剪掉，不让它吸引力。这不进了。你来干嘛嘛？你看我就是惹这些狗来。这个位置一共嫁接了2个芽点，就是不知道樱花碰上樱桃会有什么样的果子，它的口感会不会是苦的？因为我们在樱花基地摘那些野生的樱桃吃，很苦很苦。那边很多
野樱桃都被那边的老板嫁接成樱花了，所以说没有嫁接的那种樱花，虽然它开花它不结果，被嫁接过的樱花它就会结那种很小很小颗的那个野樱桃，但是吃多了肚子会痛，而且不甜，就是有点苦。但是我们这个嫁接的是正宗的樱桃，不知道到时候的味道怎么样。我们当地的村支书啊，一直都想把这个村好好的发展下来，想很多要把这个村打造成一片樱花村，或者做一些产业。村支书他的房子在这里，我们的房子也在这里。村支书在想这些问题，其实我们也在想，我们也想把这个村的环境给它改善一下。我们坐在这里，每天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，也是一种享受，是不是？无论是我们还是村支书，谁不想自己的家乡好呢？是不是？我们在这里来的，这里也是我的第二个家乡。虽然我们还有老家，但是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会更久，而且这里以后将会成为一横一竖的老家，因为他们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，所以说这里可能他们以后的印象会更加深刻。